开战3年多，乌克兰军工是什么水平？11月1日，乌克兰无人机正式开售。自2022年2月乌俄战争爆发以来，这是乌克兰首次放开武器禁售，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开战3年多，基辅高层已深切意识到，仅仅靠美欧的援助，乌克兰很难抵达胜利的彼岸。只有自己拥有造血能力，乌克兰才有可能打败俄罗斯这个强大的敌人。那么，乌克兰军工的真实水平如何，又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先来说结论，与战前相比，乌克兰军工强了很多，用翻天覆地来评价完全不过分。当然，这不是随便说的，乌克兰的实力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从独立到现在，乌克兰军工的路极为曲折。今天回看乌克兰建国之初的军工底子，简直是强到离谱。1991年，苏联这个超级军事强国轰然倒塌，乌克兰继承了苏联30%的军工产业。对于当时乌克兰的军工底子，有个说法：世界第3军工强国。先别急着反驳，我们来盘一盘乌克兰的家底到底有多厚。资料显示，独立初期，乌克兰军工企业多达3594家，直接从事武器生产的企业就有700家。乌克兰生产的武器装备涵盖火箭、大型运输机、军用舰艇、坦克、装甲车等等，可以说海陆空俱全。无论是品类还是产品性能，在当时都是世界前列乃至顶尖的水平。比如以南方机械制造厂为代表的航天工业，他们直接参与了苏联第一枚制导导弹、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个航天器等一系列顶尖航天装备的研发，之后更是为苏联设计制造了半数以上的洲际弹道导弹。乌克兰航空工业也是世界领先水平，拥有飞机机体、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飞机修理等40多家企业，其中就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安东诺夫航空科研生产联合体、哈尔科夫航空公司。乌俄战争初期被俄军炸毁的安25运输机，至今仍然是世界上载重量最大的军用运输机。除此之外，乌克兰的舰艇制造工业也是苏联军工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30%的造船厂都集中在乌克兰，其中位于黑海尼古拉耶夫港的黑海造船厂是苏联唯一能制造航母的造船厂，库兹涅佐夫号就是出自这里。乌克兰军工的强大远不止这些，航空发动机、焊接等先进制造技术和工艺等等，它的强大体现在各方面。其实除了军工底子，乌克兰其他方面的实力也堪称得天独厚。国土面积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4500万的人口素质水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比肩。一望无际的乌东平原全都是适合耕作的黑土地，地下更是蕴藏着70多种矿藏资源。建国之初的乌克兰无论怎么看都是妥妥的大国底子。然而问题是，独立之后的乌克兰要如何守护这份在外界看来让人眼红的家业？后来的结果只能说是时代使然，非人力可为。拥有如此丰厚军工家底的乌克兰，怎么就在乌俄战争初期连弹药都要求助盟友？曾经强大的军工企业们都去哪里了？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往回看。独立之后的乌克兰并未走上康庄大道，反而是急转直下，过上了靠贩卖家底过日子的生活。首先就是核武器。乌克兰独立之后，在美俄主导下，乌克兰签下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宣布彻底放弃核武器。当年国际关系专家米尔斯海默曾断言，没有任何核威慑力量的乌克兰未来有可能遭受俄罗斯的侵略。不过这个警告并不为当年的主流观点所认同，因为苏联解体后，全球都沉醉在历史终结的狂欢之中，却忽略了俄罗斯这个民族的侵略性，这也为乌俄战争埋下了线索。放弃核武器只是乌克兰军工衰败的开始。从本质上来说，乌克兰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强大的军工基础，还是因为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需求。苏联几乎不计成本地将预算投入到国防工业之上。苏联时代，乌克兰不用考虑产业链，不用考虑生产出来的武器销量，只要闷头搞研发制造就行。然而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局势趋向和平，厌恶求稳成为大趋势。有了美俄的安全保障，乌克兰政府开始大幅削减常规武器，国防预算能够维持部队的基本运转即可。这时候，乌克兰强大的军工体系反倒成了累赘，陷入尴尬境地。没有了国内订单和资金支持，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别说搞研发进一步发展，就连300多万从业人员如何安置都是问题。而更致命的是，过去乌克兰军工企业强大，那是因为有整个苏联体系的支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产业链完整。但苏联解体后，其产业链七零八落，乌克兰只是其中一部分，独木难支。乌克兰军工体系至此已经成为一滩死水，其衰败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没有资金和产业链的支撑，乌克兰军工只能吃老本。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什么都干，技术转让，帮别人做武器装备升级，搞合资项目等等，基本就是别人看上了他们什么东西都好商量。凭借着价格优势和装备耐用性，乌克兰虽然在变卖家底，但在国际军售市场仍保留着一席之地。但无源之水也无法长久，缺少订单，生产线会老旧，技术会出现断代，技术人才会逐渐凋零。乌克兰的军工实力迅速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渐渐的，就连产品质量也出现了问题。2009年，伊拉克曾向乌克兰采购420辆 BTR-4 装甲运兵车，但第一批交付后，伊拉克人收到货后发现，不仅火炮时常不工作，车载火控系统也经常失灵。这武器谁敢用啊？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次后，乌克兰军工已经名声扫地。回看乌克兰军工的衰落历史，着实令人唏嘘。新生的世界第3军工强国，还没来得及向世界发出声音，就迅速陷入沉寂了。虽然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乌克兰从放弃核武开始就是在自废武功，但在火力军看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乌克兰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视角下，这或许是乌克兰拥抱欧洲、拥抱自由民主的必经之路。那么，衰落的乌克兰军工是如何重新崛起的？时间证明了俄罗斯给出的安全承诺只是废纸一张。俄罗斯从未将乌克兰视为与其平等的国家。苏联解体以后，莫斯科以苏联继承者自居，将基辅视作其附庸。即使乌克兰人民已经选择拥抱欧洲，普京仍想控制基辅，作为其与美欧对抗的工具。眼看乌克兰人民决心拥抱欧洲，普京终于撕下伪善的面纱。2014年，普京政府无视国际法，悍然吞并克里米亚，并挑起顿巴斯战争。实际上，乌俄之间的战争自这时就已经开始，属于乌克兰的和平就此被打破。乌克兰政府开始警醒，重视军备。到2022年，乌俄战争全面爆发，乌克兰的军事采购预算已从6200万升到8.36亿美元，增长了近13倍。火力军认为，这是乌克兰真正告别苏联军工体系，构建新一代国防工业的起点。我们不得不承认，乌克兰军工体系有着太多的苏联影子，其中有不少都是糟粕。比如说，苏联时代国有企业特有的保密文化、裙带关系以及腐败问题。在和平时期，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乌克兰军工产业的发展。顿巴斯战争开始后，为应对战争，乌克兰不得不对军工体系动刀，进行改革。在战事催动下，推动国有军工企业公司化，战争也催生了一大批私营军工企业。他们在生产效率、创新以及满足军队需求方面，相比国企优势巨大。2015年的时候，私企仅能拿到乌克兰国防订单的25%，到2020年，这一数值已经增长到54%，远超国企的36%。这为后来乌克兰军工在全面战争中狂飙式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北约也正在武装乌克兰。乌俄战争爆发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就明斯克协议为自己做过一番辩解，声称2014年达成的明斯克协议实际上是为了给乌克兰增强军事实力而争取时间。火力军认为默克尔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后来的结果来看，8年的顿巴斯冲突确实为乌克兰争取了太多时间。乌克兰在这段时间里锻炼出了无数英勇的士兵，乌克兰一潭死水的军工体系也逐渐运转起来。就如默克尔当年所说，如果普京在2014年一开始就打一场全面战争，当年的乌克兰是很难挡住的。更为关键的是，看不到乌克兰胜算的北约很难会下定决心支持乌克兰。8年的顿巴斯战争里，一批又一批的乌军得到了北约的培训，并接触到了北约的武器系统。美欧大量的军事专家和军事顾问进入乌克兰，乌克兰军工转向北约体系出现苗头。2022年乌俄战争全面爆发，这是真正考验乌克兰的时候。火力军仍然记得战争初期，太多的人对乌军不抱希望，认为迟早会失败，但乌克兰顶住了。应该说，过去8年的战争给乌军足够的时间适应战争。战争是乌克兰这个国家的不幸，却是乌克兰军工的春天。而且这场战争也标志着乌克兰军工彻底告别苏联体系，拥抱北约体系。火力军认为，将东欧的苏联武器全部消耗在乌俄战场上，在乌俄战争开始之初，已经是欧美一些国家的共识，而且北约也将其视作一种战略来实施。冷战之后，虽然许多东欧国家都加入了北约，但其内部仍存在着大量的苏式武器，导致北约内部武器系统纷繁复杂。如果能通过乌俄战争将这些武器消耗掉，那么不仅北约有机会重整武器体系，美国也有机会进一步向欧洲出售武器，扩张其影响力。而面对俄罗斯威胁，长期武备松弛的欧洲也确实需要更新武器库，此事可谓是一举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欧国家纷纷将自己仓库里的 T-72主战坦克、BWP-1步兵战车等苏式武器运往乌克兰，
这是一场欧洲范围内的武器装备腾笼换鸟计划，乌克兰可以说是恰逢其时，甚至说作为战争的一方，乌克兰有更大的自由度来接触北约各方的武器，择其所长来发展出自己的军工体系，乃至在这方面影响到北约。莫斯科指责北约将乌克兰作为新战术和武器的试验场，基辅干脆创建了国防科技创新平台 Brave 推出在乌克兰测试计划，鼓励外国军工公司将最新武器送到乌俄前线检验。2年内 Brave 就已经吸纳了1500家军工科技初创公司。至此，乌克兰军工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发展模式，民间自主进行技术攻关，随后由乌克兰政府引导构建生态，最终升级成为国家战略。Brave 就是这样产生的。乌克兰军工的春天虽然随着战争全面化而到来，但它还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注入。重振乌克兰军工企业仍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是乌克兰人自己争取到的。在与俄罗斯侵略者艰苦战斗了3年之后，乌克兰军工产业不仅在产能上获得了提升，还扩大了可生产装备的种类。乌克兰的韧性得到了北约和欧洲盟友的尊重，尤其是在武器国产化方面，让北约看到了乌克兰成功的希望。最为显著的例子是无人机。3年前，乌军借助民间志愿者的力量，将商用无人机投入战场，成功开发了一种新战术，催生出世界上第一场无人机战争。2024年，乌克兰的无人机年产量已高达150万架，而这还不是极限。火力军认为，随着泽连斯基开放军售，外部资金进入，乌克兰现有的无人机企业将有望扩大规模，无人机产量成倍的增长都不是问题。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将是灾难性的。乌克兰在武器装备和战术上的创新，成功吸引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的武器制造商。一方面，他们愿意带着资金与技术与乌克兰合作，尤其是今年以来，许多欧美国家和军工企业纷纷前往基辅寻求军工合作机会。比如说6月份，挪威防务巨头康士伯防务与空间集团就正式在基辅开设办事处，启动与乌方的联合项目。据乌克兰国防部透露，双方的合作项目涉及拦截器制造、防空系统强化以及海上防御等多个领域。乌克兰将与康士伯进行联合开发。另一方面，基辅在军工生产上寻求更丰富多样的合作。今年7月份，泽连斯基启动了一项新倡议，授权盟友在当地之外生产乌克兰武器系统。很快，乌克兰就宣布了一项联合制造项目，授权英国制造乌克兰的 OC-TOPS 拦截无人机。目前，美国和欧洲军工企业如莱恩金属、KNDS、Reverment 等都已在乌克兰开设工厂，并与当地企业合资。这一系列变化很有意思，它给人一种印象：过去欧美军火商唯恐惹麻烦，只肯采取仅供货不驻场的模式。如今乌克兰反倒成了香饽饽，北约反过来全面拥抱乌克兰，军火商们纷纷下场，到乌克兰实地部署，边供边产，甚至在第一线协同开发。分析更深层次的原因，霍里军认为，除了出于援助乌克兰抵抗侵略的国际主义情怀，更多的国家和军工企业看到的是乌俄战争后北约军工体系的重构以及其背后巨大的利益。战争之中，北约在全力支援乌克兰的同时，其技术标准、战术应用等各方面的变化都会在乌克兰战场上实验。只有搭上乌克兰这趟车，才能在战后北约军事体系上占得一席之地。对于乌克兰而言，与美欧军工集体的合作将加速其军工现代化，同时也将加速其军工体系由过去的苏联标准转向北约标准，推动乌克兰与欧洲、北约的一体化进程。与北约和欧美军火商的合作加上战争的推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以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为后盾的乌克兰，其军工实力和水平将上一个大台阶。毫无疑问，乌克兰军工将在战火中重生。火力军认为，乌俄战争之后，乌克兰实际上将完全嵌入北约和欧盟体系之中。无论北约和欧盟是否正式接纳其作为正式成员，可以说是普京通过一场战争，将乌克兰送进了北约和欧盟。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军工重新崛起后能排世界第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
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